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很多人去看医生时会嘱咐你少吃发物，那有的人就会有疑问，什么是发物呢？发物其实就是富含营养和有刺激性的食物，吃了会引起疾病或者是病情加重。其实发物一般分为6大类，快看看哪个你不能吃。第一种是冷激发物，这类食物有很多，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、柿子等都属于冷激食物。对于这种食物，脾胃虚寒、体质寒凉的人最好就不要吃了，以免加重病情。第二种是生热发物，吃生热发物呢很容易上火，像常见的姜、蒜、羊肉等都属于生热发物。那建议阳气上亢、痔疮出血、大便秘结的人最好不要吃。第三种是湿热发物，这类发物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吃，尤其是脾胃虚、痰湿体质的人，像糯米、芋头、饴糖等。第四种是气滞发物，气滞发物有薯类、羊肉等，这类食物会引发气机不通畅，所以对于脾胃虚、消化不良的人最好不要吃。第五种是冻血发物，这个常见的就是胡椒、狗肉等，建议有肿瘤和长疮的人最好不要吃。第6种是冻风发物，冻风发物常见的有螃蟹、虾类等，这类食物是不适合痛风的人，还有容易过敏的人，这是我们人体的根基。如果阳气不足，那么身体也会生病，所以补阳气很重要，尤其是秋冬季节，很容易损伤阳气。那么不妨借助一下食物吧，常吃3种食物，有助慢慢把阳气补回来哦。常吃小葱，小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钙、钾等营养成分，有通阳解毒的作用。那经常吃有助提升阳气。常吃香菜，香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， 不仅有驱寒、促进消化的作用，也能够帮助提升阳气。常吃羊肉，羊肉味道鲜嫩，性温而不燥，冬天经常喝点羊肉汤，可以帮助温补气血，促进阳气生发，有很好的补阳气的作用哦。但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，都存在长白头发的情况，那经常去染发，可是过段时间就又长出来了，如果总染发对身体也不好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减少白发产生。在我们头上有个浮白穴，耳根上缘向后入发际线1个拇指宽的位置。那浮白穴属足少阳胆经，有疏肝利胆、散风通经的作用。我们按摩时可以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3个手指并拢，然后以浮白穴为中心，这样旋转按揉，每次按5分钟左右，要感觉皮肤发热发胀为宜。那经常这样按摩浮白穴，还能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，对延缓白发生长有帮助哦。早上一起床，天旋地转，头昏脑胀，浑身没劲儿，你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应对呢？不妨跟木子来学一个动作吧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哦。动作很简单，双手手臂弯曲在胸前，食指交叉这样扣住，然后2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直的时候头也跟着往下低，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反复的做3分钟。那这个动作能够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脑供血不足的朋友还要记住，不要长时间的坐着，或者长期低头工作，没事多运动运动，有助改善血液循环。抽筋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不过最常见的就是睡觉时腿抽筋，有时候被疼醒真的是很难受。那有的人认为腿抽筋是缺钙了，其实除了缺钙，还可能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腿受凉，很多人睡觉愿意踢被子，如果小腿受到寒冷的刺激，就会出现腿抽筋的情况。第二个，雌激素下降，很多女性体内雌激素下降，会导致体内钙质流失，这样就容易出现经常抽筋的情况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缓解腿抽筋的方法，可以将抽筋的那条腿伸直，然后用手握住脚，将腿的踝关节向外旋转，如果是左腿就逆时针转，右腿就顺时针，这样连续的旋转一会儿，疼痛就会有所缓解。大家转的时候要记自己最大的限度旋转就可以了。天到了，胃不好的小伙伴，如果想养胃，除了要注意保暖、注意饮食外，还可以敲敲自己腿上的养胃区哦。
这个养胃区就是足三里了。足三里在小腿外侧，外线下3寸。那用手指量的话，大约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，也被称为长寿穴，有调理脾胃、补中益气、通经活络的作用。那按摩时，我们可以将手握成拳，然后用指关节敲打足三里，敲打力度大一些，要感觉有酸胀感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那经常这样敲打可以促进消化，减轻肠胃负担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很多人啊都喜欢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但现在呢，很多人喜欢上了熬夜。有的人认为啊，熬一宿才算熬夜，其实不是的。那你知道几点开始就算熬夜了吗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啊，这个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判定的，但是最晚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睡觉，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呢是人体排毒的时候，如果熬夜的话，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，会影响排毒，这就对健康不利了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晚上赶紧放下手里的手机和其他的一些事情，最好啊让自己11点就进入深度睡眠，这样身体才能会更好。大家晚上睡好了，那么整个人都精神气爽的。如果睡不好呢，那人也会没有精神，各种难受，而且啊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那我们平时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入睡呢？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呢2种助眠食物。第一种莲子，莲子的味道啊有些苦，但是呢很清香。莲子中含有的莲子碱、芳香苷等营养成分，具有镇定安神的作用。那在睡前喝一杯莲子羹，有助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第二种百合，百合不仅好看，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百合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具有宁心安神、润肺止咳的效果。那用百合泡水喝，或者是熬汤喝，对促进睡眠也有帮助哦。那经常失眠的人，希望啊这2种食物能够帮助到你哦。这啊是生活中呢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很多人啊却总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那可能呢是我们忽略了一些小的细节，比如呢床头放了3样东西，就可能会影响睡眠，而且啊对健康也不利哦。第一样，绿色的植物。那大家呀都知道，到了晚上，绿色植物啊会吸入氧气，但释放的是2氧化碳。那放在床头啊，容易让人缺氧，不能够进入深度睡眠，从而呢影响睡眠质量。第二样，手机。很多人睡觉前玩手机，玩完呢就顺手的放在床头了。但是啊，手机啊是有辐射的，那时间长了容易刺激大脑，也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第3样，毛绒玩具也是不适合放在床头的，因为呀，毛绒玩具容易产生细菌和灰尘，那放在身边时间长了也会影响健康哦。说到腋毛，很多女性都觉得它非常难看，所以呢，经常会刮掉。其实腋毛是有很大作用的，它可以帮助透气，还能够缓解皮肤的摩擦。但有些女性腋毛很多，而有些人却很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或许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遗传因素。如果是家族基因本来就是毛囊不发达，那么就可能不容易长腋毛。第二个，激素影响。因为啊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所以呢激素分泌的水平也不同。如果体内激素分泌旺盛，那么腋毛就可能会多一些。那相反，激素分泌少，腋毛就可能会稀少，有的甚至不长腋毛。所以女性朋友，当腋毛多的时候，不要感觉苦恼，也不要乱刮掉了。如果你有狐臭的话，还是可以刮。人胃不好，其实这可能是你平时不注意饮食和一些生活习惯引起的。那胃不好的人饭后会有2种表现，若你都没有，说明胃部还算健康。饭后腹部不适，如果吃完饭后感觉到有饱腹感、上腹部不适这种情况呢，还经常的出现，那就要注意胃部健康了。饭后不停的打嗝，如果吃东西太快了，可能会出现打嗝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吃东西太快，还经常出现打嗝的情况，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，那么也可能是胃部出现问题了。那胃不好该怎么办呢？可以常吃1种食物哦，那就是山药了。山药含有的营养很多，其中含有维生素、蛋白质以及淀粉酶，有保护胃黏膜、健脾养胃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山药对胃部健康有帮助。不喜欢吃蔬菜水果，那就挑一些重口味的东西吃，时间长了就出现了胃火旺、口臭的情况。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调理。
不妨用下面这2种花泡水喝吧。第1种，茉莉花。茉莉花呀，性质温和，能够帮助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而且茉莉花口味甘醇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去口臭的效果。那胃火大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喝茉莉花茶来降降火。第2种，菊花。菊花呢有很好的清肝明目、清热降火的功效。那胃火大的朋友经常用菊花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胃热、清新口气。不过呢，建议大家不要天天喝，不然容易引起胃部不适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